这绝对是四皇巴基最憋屈的一段故事了，没胳膊没腿，甚至被当成了食物。自上一次巴基在无名小岛被路飞轰飞后，一直郁郁不得志。他险些落水溺亡，侥幸搞到了一个木筏出海，又被一群巨大食人鱼追杀。没胳膊没腿的巴基拼命地荡起双桨，一路飙到了一座无人岛。在这里，巴基发现了一只练习时长2年半的走地鸡。饥肠辘辘的巴基不知道从哪里摸出刀叉，一边飞溅口水，一边追捕走地鸡。巴基没想到走地鸡是有靠山的。作为岛上的原住居民，走地鸡换来了大走地鸡。巴基恍然大悟，想起了上学时同学写的那篇文章《我的天龙人父亲》，自己空有一身本领，都不如人家有个好爹。巴基拼命地跑，逃命的同时还不忘想办法填饱肚子。巴基精心设计了陷阱，试图将走地鸡一家连锅端。大走地鸡早已识破巴基诡计，不仅毁了陷阱，还成功捕获巴基一枚。巴基就这样成为了盘中餐。就在未来的四皇马上就要被扼杀在摇篮的时候，巴基那双常年在海上漂泊、得不到充分洁净的42码臭脚救了巴基一命。大走地鸡尝了一口后，脸色发紫，险些中毒身亡，随口将巴基推了出去。巴基跨越山河大海，降落在了箱子大叔的地盘真兽岛。箱子大叔以为来了入侵者，对着巴基火力全开。得知巴基也是海贼后，箱子大叔热情邀请巴基共进晚餐。二人是举杯邀明月，莫名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很快成了挚友。两人促膝长谈一整夜。第二天，箱子大叔饱含热泪，将哭哭啼啼的巴基送出了真兽岛。箱子大叔对巴基说：“一路顺风。”巴基说：“放心，我很强。”结果还没走出半海里，巴基就被一只巨型螃蟹夹爆了木筏。眼看巴基又要挂了，亚尔丽塔刚好路过，出手干掉了螃蟹，把巴基救了上来。亚尔丽塔拿出路飞的画像向巴基寻人。巴基一见路飞，气不打一处，若不是这个家伙，自己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不杀此人，死难瞑目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巴基与亚尔丽塔达成联盟，联手讨伐路飞。巴基被打飞后，他的兄弟们也很不好过。摩奇与卡巴基被啾啾赶出了小镇，因为只找到了巴基的2条胳膊2条腿，船员们都以为巴基挂了。于是为巴基举行了盛大的葬礼。在葬礼上，摩奇与卡巴基嚎啕大哭。葬礼之后，摩奇与卡巴基为了争当下一任船长而大打出手，两人从白天打到深夜，足足战斗了12个小时，依然未分胜负。熟睡的狮子利基梦见自己化身屠龙少年，正勇敢与恶龙搏斗。利基情不自禁梦游，打倒了体力不支的摩奇和卡巴基。就这样，利基成为了下一任船长，利基海贼团成立了。利基海贼团的庆祝宴会引来了岛上原住民库马特族的注意。库马特族攻打过来，眨眼间就团灭了利基海贼团。利基应该是海贼史上上任时间最短的船长了。同一时间，巴基和亚尔丽塔靠近了小岛。巴基用望远镜远远的就看见了自己的海贼船，催促亚尔丽塔赶快靠岸。一靠岸，巴基傻眼了，眼前是重伤的小弟摩奇和卡巴基，而利基和其他兄弟们早已不知去向。岛的另一边，库马特人绑架了利基和其他的海贼，将他们放到锅里做铁锅炖。搜查随身物品的时候，库马特人发现了一对胳膊和一对腿。库马特人疑惑地凑过去查看，胳膊和腿突然发飙，飞起来将看热闹的库马特瞬间打倒。巴基站在远远的山坡上，意气风发，仿佛浑身都在发光。他喊道：“给你们个忠告，没事别看热闹啊，不对，放开我的兄弟！”巴基的胳膊与腿回归身躯，最伟大的船长小丑巴基终于重登舞台。正所谓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在之后的冒险中，巴基大爷必将驰骋这片大海，顺风顺水，名利双收。巴基率领兄弟们将库马特人狠狠教训一顿。奇怪的是，巴基总是有一种能鼓舞人心的能力。虽然他目前的能力只能吹牛皮，但是有他在，船员们就会涌出莫名的斗志。以上就是巴基海贼团初期的匪夷故事。喜欢的小伙伴欢迎点赞收藏，我们下一期的故事再见。